大家好，我是郑鼎。那我是一个尼康的资深的摄影师。摄影对我而言，不只是工作，还有包含生活。那我使用尼康有超过15年的时间。那对我而言，其实我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尼康这台旗舰机皇 Z9。我们会针对这台相机的很多的性能做完整的介绍。大家都知道 Z9 从上市到现在呢，就造成极高的讨论度，原因有很多，因为它有太多的这个强大的功能，它基本上是一台动态的拍摄跟平面的拍摄都达到顶规的一台机器。讲到 Z9 呢，我们就从它的外观先帮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大家都知道 Z9 它是一台方块机，相较于 Z6 2或 Z7 2，其实它重量说实在是重了不少，但因为它的这个手把的设计很深，所以其实在长时间使用下，反而是我用过的尼康机种里面，我觉得最好拿的。其实你不会觉得它很重，因为它这个人体工学设计的非常的好。那其实旗舰机它会做这么大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对录影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哇好重哦，或者是对有些人来讲说，携带是不方便的。可是其实旗舰机它所锁定的用户就是一个专业的用户，它必须要有很多的考量，譬如说它的防滴防尘是必须做的一体成型更好，那必须它有更大的电池，可以支撑更久的使用。那它的这个界面设计也要因为它的机身够大，才能塞得下这些完整的所有的孔，包含你的 HDMI 网路孔等等的，这些都是在一个专业用户上，它的使用上必须要有这样的配置，才称得上是一台旗舰机。所以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这样的方块机的设计，尤其是它边拍边冲这样子，我一整天用下来，已经用了1个多月，我很少有电量不够，或者是用1天我需要换电池的一个状况。所以对专业用户或者是暴力使用的一个拍摄者来说，其实它是一个优势。讲到Z9，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设计，就是它是第一台旗舰机可以做这个萤幕的翻转的功能。那除了横幅的翻转呢，它还可以做直幅的翻转，所以在长时间低角度在拍摄人像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好处。我们不需要再趴在地上拍摄，那不管是横向还是直向，都同时有这个摇杆，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对焦。那 Z9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它是旗舰的机种啊，所以它在这个防滴防尘的设计上是最高等级的。有一个非常值得就是一提的功能，就是它在感光元件上面做了一个保护盖的设计，所以当我们在开关机换镜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会让我们的这个感光元件可以被保护起来，然后不会被这个沙子或灰尘或是雨水给沾染。然后能够减少我们在比较恶劣环境下这个感光元件入尘的机会。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无反相机都有防震的功能，但是尼康 Z9 是第一台在关机的时候会把这个感光元件锁定，那它可以防止我们在剧烈的晃动下，在感光元件可能会因为晃动而产生的损害。所以说它的这个旗舰机的设计几乎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处理了，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 Z9 它将是尼康史上第一台可能最耐用的相机。Z9 呢，它跟这个以前的旗舰机一样，是有这个是圆形的一个观景窗。那这次它里面所使用的这个亮度呢，达到了3000尼特，是全世界最亮的一个无反的相机的观景窗。所以当我们在雪地、沙滩、夏天就是艳阳高照的时候，我们其实透过这个观景窗，你在内外的一个感觉上是一致的，你不会觉得说外面很亮，那我其实看这个观景窗的时候会觉得其实曝光会不准，因为以前如果观景窗它不够亮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暗或灰的，会导致你在曝光的判断上可能会有一点不准。因为这个 Z9 是采用 Xpeed 7的一个处理器，它是上一代6代的一个10倍快，所以它能够同时处理我们在观景窗所看到的一个实时的显示功能跟这个资料的处理，那它能够让我们无延迟的看到无遮黑的画面，所以你在拍的时候能够不被这个遮黑的功能所影响，那你看到的画面就跟
从前的光学的观景窗是一样的。这次尼康 Z9 呢，特别加入了星光模式。那在一个全黑或漆黑的环境下，你可以透过这个星光模式，它会把这个感光度拉到一个极限，让你可以在肉眼几乎快看不到的情况下，也能够使用相机来做构图。讲到尼康的这个 Z9 的对焦啊，最重要的就是3D 的这个对焦功能终于回归了。那你只要轻按快门，就能够很轻松的锁定主体。那不管主体只要在画面的任何一个地方移动，那基本上相机都会粘得死死的去抓住它。那这一次呢 ，Z9 在自动对焦上是可以辨识9种的主体。那它是目前全世界相机里面算是最聪明的，可以去自动辨识这些物体的一个相机。而且 Z9 的这个对焦速度啊，它的这个敏感度达到每秒可以做120次的一个侦测，所以在高速的移动或者高速的一个，包含是朝向镜头移动的一个被摄体，其实它都能够很精准的去做对焦的动作。它是尼康第一台把机械快门直接拿掉的全幅相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因为当尼康它是一个超过100年的企业，那它居然可以把自己的一个旗舰机连机械快门，就是实体的这个快门都拿掉了。那其实快门拿掉后，它等于多了很多的解放，它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包含它的快门可以来到了32000分之一秒，它的连拍可以达到20张这么快。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机械快门了，它全部都用电子快门的方式来拍摄。那 Z9 它其实是一台现在为什么这么瞩目的相机，因为它是同时支援高画素、高连拍的机种，然后它的弱档呢支援了全新的这个高效率压缩，能够保有4500万画素，然后同时这个档案大小只有1/3的大小，甚至是已经比 JPG 还要小的一个夸张程度。那它内建 GPS， 然后内建 WiFi 等等这些以前旗舰机没有的功能，通通都下放了。那它可以录制 4K 120格、8K 30格，甚至在未来做韧体更新以后，可以达到内录 ProRes RAW 8K 60格的一个可怕性能。所以为什么尼康 Z9 在上市到现在会造成这么强烈的一个讨论度？原因就在它功能在静动态都是非常强大之外，它的定价也是在近年来的全幅机种里面算是非常非常的低。今天我们也针对 Z9 做了很多初步的评测跟介绍，那我们还会有第2支影片为大家带来更专业的这个评测跟内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记得订阅我的影片哦。那我们这一次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Z9 呢，它其实就已经在目前的尼康的机种里面，几乎是最强的平面拍摄跟最强的录影功能。我也不能说它的对焦就是100%的完美。像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没有一家相机的厂商敢宣称说它的对焦可以100%的都清楚。那包含我在做这个老鹰的拍摄或是鸟类的拍摄，也有一些发现相机会有误判等等的状况。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些极限的一些拍摄里，有时候包含操作的人，包含这个每个拍摄的当下。都是那一瞬间的差别，所以我们只能就这个机器它现有的性能，我们去怎么样的习惯它，或者是了解它以后，去把它达到它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可是我必须说，它在整个拍摄的连贯性跟成功率来说，是已经大大的提升了。那以前在 Z6-Z7 没办法拍到的画面，现在在 Z9 上都相对的容易，相对的简单。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跟分享，然后我们会在第2支影片给大家看到更多的内容。谢谢大家。那今天的影片的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其实相机它所存在的意义并不是这些数据或者是这些参数，最重要的是我们用它来
做什么，我们用它所产生的这些画面，我们用它所拍摄的这些珍贵的内容，才是它最大的价值。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数位的时代，我也用手机记录生活，我也用空拍机去拍摄风景。可是对于拍照这件事情，我最喜欢的还是Nikon。它对我而言，其实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一种安全感。